你身边一定有这种人，或者你在网络上看过这种鸡汤大师，他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发现实动态，告诉你你之所以穷，是因为你睡太多，不自己煮，下班只会追剧不学习。他们会用近乎道德审判的口吻指着你的鼻子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穷人，只有懒人，只要你足够努力，你就能买得起房子，过上你想过的生活。这听起来多么有道理。老头 Z， 我活了快半个世纪，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毒鸡汤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不打算跟你说任何温暖的废话，我就是要用最直接、残酷的现实，帮你拆穿这个努力即成功的谎言。我们来做个简单的算术。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送外卖的骑士，一天工作12个小时，风雨无阻，几乎没有休假，你够努力了吧？你付出的汗水和体力绝对不比任何金融精英少。但是你一个月拼死拼活能赚到多少钱？5万、6万，顶天了。我们算你一个月净存3万，一年也就36万。你知道台北市平均房价是多少吗？一平可能就要80到100万。你辛辛苦苦送了一整年外卖，不吃不喝，连一间精华区厕所的半平地都买不起，而手里有房产出租或账户有几千万做复利投资的人，就算每天睡到自然醒，被动收入也远超你。这难道是因为他比你努力10倍吗？这根本不是努力程度的问题，而是数学公式的问题。在累积优势的数学逻辑面前，纯粹的努力简直就是拿着木棒去跟加特林机枪对拼。假设你很有毅力，下班兼差赚10万，但代价是什么？是你的健康、陪伴家人的时间、学习新事物的频宽。你的时间是线性的，一天就24小时，你的体力是有上限的。如果你还深信努力就能翻身，那你就像在已设定好几率的赌桌上拼命研究发牌技巧的赌徒。你越努力，只会越快把筹码送给庄家，因为你根本没意识到游戏规则不是为你设计的。我们现在常听到的富者愈富，穷者愈穷，在学术上有个非常著名的名字，叫做马太效应。这个词来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的经文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第一次听到这句话，你一定会觉得圣经不是讲慈爱吗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句冷酷无情，简直像是资本家宣言的话？其实这背后是一个关于才干的比喻故事。故事是说，一个主人出远门，给第一个仆人5000银子，第二个2000，第三个1000。主人回来后，发现前2个仆人做生意翻倍了，但第3个仆人害怕失败，把银子埋在地下，原封不动退还。主人大怒，骂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不仅夺走他的银子，给了那个有10000两银子的仆人，还把他赶到外面的黑暗里。这就是马太效应起源，揭示了资源向高效率集中。1968年，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·莫顿正式把这个概念引进了学术界。莫顿当时研究科学家的荣誉系统，发现名满天下的顶尖科学家写出普通论文也会得极大关注。相反的，刚出道没有背景的年轻研究员，即使做出突破性发现，论文也常石沉大海，甚至被怀疑是抄袭。莫顿将这种以拥有的更容易获得更多现象命名为马太效应。累积优势的本质就是系统给予成功者更多资源，让他们更容易取得下一次成功。但如果你在起点上输了一点点，系统不仅不帮助你，反而因为你缺乏资源惩罚你。你有钱，所以钱对你来说更便宜；你没钱，所以钱更昂贵。在这种系统性偏见下，资源会自动流向已经有资源的人，而站在谷底的人只能看着山顶距离越来越远。这不是你的品格有问题，仅仅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站在了这个不平衡数学公式的劣势那一端，在非线性的重力场里没有足够质量，你根本无法产生吸引资源的引力。既然知道了马太效应，那为什么穷人常做出看似愚蠢的决策？在道德制高点的富人眼中，是因为穷人缺乏自律，比如穷人花钱买彩券而不买书，买便宜油炸食品而不买有机蔬菜。富人会说，这就是穷人思维，他们活该一辈子在底层。对此，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巴纳吉和迪弗洛在《贫穷的本质》中指出，穷人的决定并非因为愚笨，而是生存压力。在极度的生存压力下，大脑的频宽会被完全耗尽。哈佛行为经济学家塞德希尔·穆莱纳森在《稀缺》中指出，缺钱、缺时间会让人产生管窥效应，视野变得像水管一样窄，你只能看到眼前最紧急的事情，根本没余力规划未来。穆莱纳森做过印度甘蔗农民的实验，这些农民收入1年1次，在收割前他们极度缺钱，而收割后手里资金充裕。研究人员在收割前后对农民进行智商测试，结果很惊人。缺钱的收割前，同一个农民的测试表现竟然比收割后低了13分，这相当于整晚不睡觉的疲劳状态下的智力水平。这不是农民变笨了，而是因为收割前他们脑子里塞满了饭钱、学费、医药费等生存警报。
大脑记忆体被杂讯完全塞满了，根本没有空间去思考长期规划或自我提升。贫穷的本质提到一个细节，在印度贫民窟，政府推广免费疫苗还送扁豆，但很多父母依然不带孩子去打针，因为排队代表放弃半天工作，而那可能就是全家的口粮。穷人没有多余贫宽权衡未来的健康概率，今天的面包永远比明天的健康更真实。你让下班累得像狗、为房租发愁的年轻人晚上学程式、学理财，这简直是强人所难。他下班只能躺着刷搞笑短影片，因为那是唯一不需要消耗大脑频宽的事儿。这就是贫穷最可怕的魔咒，它不仅夺走你的物质，更夺走你的注意力，让你失去决策能力。为了让你更直观理解资源如何流动，我讲个2杯水的故事。桌上有2个玻璃杯，左边装得满满的，几乎要溢出来，代表富人；右边只装了杯底干涸，快见底，代表穷人。把这2杯水放在微微倾斜的桌面上，因为重力的关系，桌子一倾斜，右边少得可怜的水会立刻往低处流，水分全部蒸发；而左边满水，重心稳固，还能把右边流出来的水吸纳进来。在真实商业世界，这个故事每天都在上演。这涉及另一个概念，叫容错率。富人因拥有丰厚资产，容错率极高。如果巴菲特拿1亿投资新创公司，3年后倒闭了，他会破产吗？当然不会。这1亿只占他资产的1%，失败对他来说只是一次收集数据的实验，他可以总结教训，下一次再投另一个项目，只要投中一个100倍回报的，就能全部赚回来。但如果你是普通青年小张，只攒了10万元，你听信创业导师，把10万全部拿去开电商。因为资金紧张，你只能一个人包办客服、物流和美工，不敢囤货，在狭缝中求生存。结果因为一次意外物流延迟，店铺被平台扣分降权，10万本金全亏空。失败对你来说是致命的，你失去所有筹码，还欠了债，你只能去工厂上夜班还债。小张的容错率是0。与此同时，小王也创业，爸爸给了1000万元，小王雇用专业团队，第1年定位错误亏损300万，第2年削价竞争又亏损200万，小王依然没破产。第3年店铺大火，赚回1500万，这难道是因为小王比小张努力10倍吗？小张犯的错可能比小王少得多，但小王有10次容错机会，成功1次就是胜利者。小张犯1次错就出局。富人玩非线性，穷人只能线性打工。有钱人能雇律师避税，请顾问理财，用好资源培养下一代，确保优势代代相传。普通人只能狭缝求生。这就像跑车在终点前10公尺，而你起跑线在起点后100公尺，还背着沙包。我知道，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觉得有些绝望了。你可能会想，既然系统这么不公平，马太效应这么强大，那我再怎么努力也没用啊。那我不如直接躺平，每天打游戏吃泡面，反正最后大家都是要被系统割韭菜的，何必活得那么累？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反转段落。老头 Z， 我最反对的就是自我放弃的虚无主义。我活到这个年纪，看过很多原本条件差的人，最后站稳脚跟，滚出了自己的雪球。我也看过好牌打得烂的人承认系统不公，不是为了找借口放弃，而是为了停止无效努力。我们要学会像一个真正的棋手一样去思考。如果你因为系统不公就彻底躺平，那你其实是落入了另一个陷阱。这个陷阱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习得性无助。心理学家做过实验，把狗放在通电笼子里，中间有挡板，狗逃不掉，每次都受电击。久而久之，把挡板拿掉，再次通电时，这只狗竟然跳都不跳了，只是趴着哀鸣。它的大脑已经学会了无助，认为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。很多年轻人就像这只被电击的狗，因为房价高、薪水低，被现实电击了几次之后，就彻底放弃了挣扎。他们自称佛系躺平，把微薄的薪水花在廉价娱乐上。但你想想看，如果普通人全部认命，乖乖当个不思进取的消费者，那富人的地位是不是更稳固了？甚至连对手都没了。认命是给自己最懦弱的解药，它吃起来甜甜的，能让你暂时忘记痛苦，但它会慢慢腐蚀你的肌肉。所以我不同意你认命。系统是不公的，但并非完美无缺。任何庞大系统都有漏洞。马太效应是个数学规律，但数学规律里也有非线性的变数。不要抱怨命运，把仅存的频宽用在精准的突破口上。只要活着，你的选择就不是0。那么，作为一个起步没有任何优势的普通人，到底该怎么在这个被马太效应主导的世界里滚出自己的第一颗雪球？在这里，老头 Z 给你3个最务实的底层实操建议。第一，绝对不要在别人的主场玩消耗战。如果你的起步资源是0，那你千万不要去那些已经高度饱和、需要拼资本、拼关系的主流赛道。拼价格你必死，拼人脉你必输。你必须去寻找边缘赛道或利基市场，也就是大公司看不上，富人觉得利润太小，
但对你来说却足够养活自己并积累第一桶金的领域。在这些领域，你受到的系统惩罚最少。比如你开实体餐厅必死，但如果你做专门为过敏人群设计的无麸质外送便当，这个市场对大集团太小，却足够你圈住几百个核心客户，建立稳定现金流。你要成为灵活的麻雀。第二，寻找具有非对称风险的机会。简单说就是输了损失有限，赢了收益无限的事儿。开加盟店不是非对称风险，这是劣势风险，因为失败会损失100万本金，让你破产。相反的，利用下班时间创作内容、学习技能、研发数位产品，这就是非对称风险。失败了只损失一些业余时间，但一旦运气好做成了，回报是100倍、1000倍的，能帮你跨越阶级。塔雷伯在《反脆弱》这本书里就把杠铃策略讲得非常透彻。白天上班确保生存底线的安全端，晚上抽1-2个小时做尝试，只要方向正确且有耐心，时间会成为你的盟友。第三，极度专注于累积微小优势，并用复利去放大。马太效应在起步阶段非常缓慢，第1年每天多学1小时技能，跟别人没区别；第2年差别依然微乎其微，但到了第5年、第10年，每天1小时的累积会因为复利效应，在某个节点呈现爆发式指数增长，你自己马太效应就启动了。巴菲特说，人生就像滚雪球，最重要是发现失雪和长坡。这个世界确实不公平，但这并不妨碍你为自己活出一个交代。只要坡度够长，时间够久，普通人手里的泥沙最后也能聚沙成塔。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想问你，你觉得目前普通人最容易找到的非对称风险机会是什么？欢迎留言区留下看法。我是老头 Z， 我们人生观测站，下次见。